一点额外工作。为了给你们接触白景瑜创造条件，警方会先一步行动。特别调查组的一名成员会假扮自由记者，散布和白景瑜有关的负面消息。一旦爆料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很可能会像以前那样，找一个熟知法规且不敢贸然背叛的人，为他处理劣迹，让警方查无可查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在他去找别人前，抢先成为为他做事的人。最早也要晚饭后了，你先睡吧，不用特意等我。你吓到你了吗？看你一直在发呆，我只好先行一步，完成我们的每日约定了。不要为我担心，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这是刚才那个吻的意思。你要是实在不放心，我尽量早点回来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别，外套有点脏，有味道。又被你猜到了。今天叫我出去的人，确实是他。既然选择当线人，我自然对一些事有心理准备。和你想的差不多。白景瑜害怕那些劣迹被人发现，让我想办法处理。一切都符合警方的判断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，不是吗？说回你最初的问题，你别紧张，我们今晚只是在聚餐。
白锦瑜说了好多过去的趣事，还给我看以前的照片和视频，有些我都快忘了。算了，如果要细说，恐怕我们今晚都不用睡觉了。你先回去吧，小心着凉。我再待一会儿，消消食。怎么会喝酒呢？我当时还想和你约好了，要早点回来。可那个人一直拽着我，说个不停。他说我一点没变，还是过去那个好孩子，烟酒不沾。是啊，从那时起，我就一点没变过。可是，自从你参与调查，我就一直想和你说这件事。在你眼中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觉得我的过去是由什么组成的？其实远远不止那些，荣誉和嘉奖只是过眼云烟。真正对我的过去产生影响，让我铭记至今的事物，其实是一次相当混乱的突发事件。考出初级律师后，我想尽快获得独立出庭资格，曾去问过老师能否跟着他实习，但他当时在国外，一时腾不开身，所以向我推荐了魏明市一家专攻刑事案件的律所。实习期间，我和我的代教律师接过一起委托，被告当时广受舆论指责，针对他的论战直接波及到了相关律师。在媒体笔下，我们被描绘成不可理喻的疯子，为了博名利，愿意给那种人渣辩护。我的代教律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再加上心理压力，终于到出庭那天，他病倒了。前一秒还叫我给他资料的人，突然栽倒在地上。按理说应该就此闭庭，但当时情况特殊，庭审已经没法再延后了。一边是被抬上救护车的律师，一边是孤立无援的委托人。把这种选择交给一个第一次上庭的年轻律师来做，未免太残酷了。我向法官提出，由我继续为委托人辩护。是啊，我还没说完，对面的检察官就拍着桌子叫我闭嘴。他说如果再说一个字，就让我从这里滚出去，永远别想当律师。面对那种威胁，我当时居然完全没考虑自己的安危，而是在想，如果连我也什么都不做，还有谁会站出来？只要站上了法庭，有些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
必须坚持到最后。我赢了。法官讨论过后，考虑到我持有初级律师证，破例允许我发言。庭审持续了很久，但我最后还是找出了案件中的漏洞，证明了委托人的清白。闭庭后，媒体纷纷蹲守在法院门口，要求采访我和白金宇。当时坐在主法官席上，特批我可以发言的人，就是他。我当时没什么应付记者的经验，基本上都是他在帮我说话。我记得他对记者说：“左然的表现啊，看着他在庭上据理力争，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股不变的坚守。也许有些人会因为利益而改变自己，但司法从业者不会那样。只要他维持现在的势头，遵从本心，未来有一天，他会达到前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”那些应付记者的说辞中，有些大概是对我的鼓励。那些话一直留在我心中。这些年，我把他们也当成了我职业信念的一部分。只可惜，对我说出那些话的人，现在居然为了自保，叫我去做那些违法勾当，还表扬我做得不错。喂，我们都在。啊，左然，抱歉这么晚打过来。关于近期的调查，我们这边有了重大进展，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后续安排。最好能当面谈，你们大概什么时候有空？